我现在在新山的森林城市碧桂园，在鬼城森林城市住一晚是什么体验？当夜幕降临，这座号称容纳70万人口的城市还剩下多少灯火？今天带你们一起沉浸式开箱新山碧桂园的森林城市。都跟你说，这里是不宰穷人了，记得订阅，开启小铃铛哦。今天周六，我们打算去碧桂园住一个晚上，看看那边是不是如网上说的鬼城啦，鬼城。但是呢，都写鬼城啦，我们不是鬼城被吸引去，还没出发，下马威就来，就见了鬼了。你们猜打车多少钱？30公里，120马币啊！它是怎么开出来的？120马币我都可以坐回吉隆坡了，它最低就降到70。你看70不打像120，没降到70，是早上起来的时候。昨天下午茶是38，然后今天就是120，因为下雨了，它就更下不来了。所以现在我们打算说不直线打过去了，打到这附近4公里一个地方，然后那边应该没这么多人叫车，因为这边是关口嘛。我们现在到达第一个站点了。我们打车到4公里的地方是19块钱，从这个4公里的地方呢，再打车过去是30几块钱。加起来就是50几块钱，直接便宜了一半。对，只能这样曲线走了，实在是太贵了。去森林城市，就我们关口去森林城市是没有公共交通的，不管是不是关口，哪里都没有。就它只能打车进去 ，Grab， 它只有在森林城市他们自己内部会有那种接驳车。2016年，一个听起来非常庞大的中马合作房地产项目，在马来西亚的新山正式启动碧桂园森林城市。当时在中国宣传的特别热血，到处都是广告。未来之城，智慧之岛。森林城市，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未来之城。这里位处伊斯干达特区前沿，与新加坡仅一桥之隔。计划投资约1000亿美元，由福布斯全球上市公司500强碧桂园集团联手柔佛人民集团 EDSB， 打造可容纳几10万人口的智慧生态之城。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却很骨感。在2018年以后，因为资本管制、疫情冲击的因素，这座原本规划容纳70万人口的城市，现在常住人口只有几千人，二手房价甚至腰斩。没有，可能人都在走楼步吧。森林城市的大门距离各片区非常的远，而且还很绕。每个片区都有保安亭，但是不用登记就进来啦。我们这次来新山，想着与其听说，不如亲自住一晚，看看鬼城的现实到底是什么样的。Hello， 我是文文，我们现在在马来西亚新山的碧桂园森林之城。我们今天来看看森林之城里到底有什么。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叫到车哈？叫到车走出去，这走不出去吧？走不出去。我们开进来哈，开了挺久的。你有看到一个人吗？看到挺少人的，商铺都在第1期，我们这是在第4期嘛。第4期我刚刚一路坐车过来，我是没有看到商铺的，所以我们带了一大堆干粮进来啊。我们怕没有水买了，带水进来的，很夸张。这边不用刷卡吗？直接进来了。欢迎回家，这是碧桂园的风格，一共4家电梯，不用刷卡吗？刷不了，它其实录指纹的，但人太少，所以指纹都不用录了。本来是下午3点钟入住嘛，但是房东说这边的保洁服务太少了。不是，他保洁的人住满了，我都有点不相信。要我们5点才能入住，因为没办法打扫。可以行李先放进去。这边还不便宜哦，这是不是一梯有11副哦？看新闻说这边卖了8层的房间出去，不太像啊。依然是自助入住，在网络上和房东沟通。我们预定的是59平双卧1卫的房型，一个晚上是360人民币。这边还有点丑，我觉得应该都是这么丑。这是客厅，它这边有个公共厕所，淋浴间和干湿分离的。然后这个是主卧。房东要来就是为了投资的，非常简单的家具。这也是可以看到海，就是厨房，好冰箱、壶、洗衣机。这里精装交房也有配基础家电。厨房对面的楼，在我们看是没有多少住户的，这样子。
然后这边有个餐桌，晒衣服的。海边一大片的芳草坪都是待开发的区域，目前都是杂草的状态。官方规划是4个人工填海的岛，现在只有1个岛是比较成熟的，其他开发进度还比较落后。我们这套户型在购房网上的二手价目前售价是285K 马币，但是二手房好像做不了第2家园计划。我觉得他这个应该就是他交房那个状态了，应该我觉得洗衣机是送的，因为这边的房子好像都有送洗衣机、送冰箱、送空调，然后那洗衣机是美的的嘛，然后冰箱的话也不是很大，就是这种小小的冰箱，空调是海信的，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吧，因为它主打的客户是中产阶级嘛，但我觉得它的配套设施没有想象中的好，就吉隆坡的雅居乐那个，它的配套都好像比这好一些。然后一个晚上应该也能体验到这边是否是便利呀，还有没有吃饭的啊，有没有商超啊之类的。但它的交通，我们现在第一感觉就是实在是不太方便。那里写着做全球最舒适的物业服务，这泳池还必须有这个规则，接驳车。在整个社区没有免费接驳车，走路其实挺难走的。你看这里的商超都是敬请期待，空空的没有。唉，也不知道它的车牌子在哪里。然后这边呢也没有人问，我们住在4栋，这个楼下是没有任何的公交车牌子的。就到晚上的时候的确挺恐怖的。他不是说要做最安全的安保系统吗？但是我今年也不用刷卡呀，安全在哪里？但它这绿化是很好的，很好的。维护费要好多钱。它是填海造陆建成的，但是新加坡政府之前很担心，说它这个填海速度太快了，怕会造成这个地基下沉。它这一头可以绕了，然后去交通公司。然后会不会去那个就是很多吃饭的？啊，对，交通公司对。他说这边是有电瓶车，没有小的 bus 了，人太少了，给你有电瓶车给你坐也不错了。中国来的。对对对。哦，中国来这里民宿，哇。这边方便吗？就是生活。现在比较好，他说有车带我们去买东西。我香港来咯。哦，香港来。香港来这里。你们是买房子买在这边？买这边咯。定期过来住一住。有时候又来住一下咯。他这网上也有这种电瓶车吗？还是说要跟他管家联系啊？要管家联系哦，就不是说在下面等着。每15分钟都有的，你要等。Mana ada pakai kereta ini? Mana ada sir？ 听不懂。哦，对 ，OK， 他不会听我的马来话，他说要讲英文。是加拿大来的他们。那你们住这里会去市区吗？会去那个新山市区吗？市区也可以去，可以去。那这个交通的话，是不是只能打车出去啊？有车的，有巴士在那边，也是在那边，巴士在那边等。巴士站出去的哈。也，5块钱一个人啊。哦，那还蛮便宜的。开到哪里去？不可以运动，那个有个很大的商场的，什么都有的卖，有的吃的什么都有，很方便的。我每次我都要出去的。我是不是打车进来好贵哦？你现在是去这里面的 supermarket？ 里面 supermarket 呀，西栋也有 supermarket 的。现在我们去那个酒店那边，比较多店，这里很少嘛。刚才那个管家跟我们说，他们说打算年底的时候要开多一点店哦。我说你不开店，人家不来哦。对啊。说不方便。我刚刚进来的时候，一路进来都没看到你的。哦，酒店那边比较多人住，我们这里3、4层的可能少人住。哦，新的可能。上面呢一层呢，10多间呢，才有3间。上次来只是我们一家人，哎呀，这个住得很怕。对，很怕的。管家联系是24小时的吗？不是啊。他也会上下班。呀，上下班的。这里还是一些家居店，但是好像没有入住。好的关了门，拿房子的时候很多店的，很多东西买的。卖几年了？因为疫情的搞忘了。
害死人的疫情啊！移民到马来西亚？不是，在荷兰阿姆斯特丹。哦，我就马来西亚出生的，他是中国的。本来想买给我们的儿子啊、家人拿来度假的，他们不喜欢哦。他说不方便，不要来哦。3个子女都回过看过，他们不喜欢马来西亚。在那个外国欧洲生活习惯掉了。欧洲那边。那个是酒店吧？不是办公的。办公大楼。那其实还有很多楼没盖哈。哎呀，有很多，本来还想盖很多的，后来没有人买咯，不要盖咯。因为这边要开车，不然真的有点不太方便。没有车不方便，在买车又没有用，我们回来1-2个星期又要走了，没有用了，不买了啦。那就只能租了，租车。我们现在到了吧？刚刚开了好久好久，这没办法走出来。我们这有个大 KK， 店比较多，本来开满了，现在少了，疫情少了，现在又开多一点哦。对，挺多的，可以。我们害怕来这边都没东西吃。对，有东西吃，有东西吃。这边有个超市，这里就是交通中心，可从那开过来好远啊。它这个车哈，它有时间的，它是早上5点钟发，然后末班车是10点。现在我们在这个交通中心嘛，它交通中心的店就没有我想象中的少，但是呢，它也就是1圈吧，他们也没有说很多。有 KK， 然后还有这个 Fresh Mart， 还有一个森林生鲜超市，但是都不是属于大型超市，都是蛮小的一个超市。然后有咖啡店，有怡宝芽菜鸡。不知道这里可不可以叫 Grab 啊？应该可以了。加钱？不能叫 Grab， 我们坐到5块车出去在那个吗？对。就是这酒店了哈。这里还有一个大超市。这边酒店还有那边卖楼的哇。售楼部。售楼部。那我们去看模型呗，走。看一下。你们以前买来是多少钱这里？我们买呀，香港钱120多万哦。香港120多万，那就是70万令吉。60多70这样，在香港买，在香港交钱的。由于进入售楼部不可以使用摄影机，只能拿手机拍了一些。森林城市的沙盘非常的大，不过一排排售罄的横幅更为亮眼，所以宣传说的已销售80%是真的吗？去年马来西亚政府又出手相救，把森林城市列为金融特区，各种利好政策加持。想问一下大马的本地人，你们会想购买森林城市的房产作为投资吗？此时此刻来看，周末的售楼部客人寥寥无几，工作人员的人数大于看房者。这都是免税店，购买的免税商品的规则，它验证了3条。刚才桃酥去里面逛了一圈，它现在只卖巧克力。货架它有东西，但是它只能卖巧克力。执照更新，执照有更新，说什么只能卖什么东西，还没更新好吧？那我觉得这个店铺还是有点少的，这就是他们的商业街，小灯小妈都推车都没有开。刚才遇到婆婆，她说这边的超市东西卖得很贵，中国人超市东西好贵。这边有中国超市，这里还有一些店铺。他这边进超市不让你拍录像，他会有一个人跟在你后面。因为什么？他们这些东西真贵啊！像一包螺蛳粉卖到14令吉，然后一盒的那种就是火车上卖的红烧牛肉面，康师傅的，它卖到6令吉。开黄瓜18凉菜22，虾仁西兰花38，哇，真的好贵！酱牛肉58，水煮鱼128，走吧，不配。他也完全不用担心客源啊，虽然说他38块钱的拍黄瓜，但是你想吃的话没店吃啊。对呀，所以你如果住这边的话，不管它贵还是便宜，你始终都要去一次的，只是频率问题而已。婆婆说这个超市是最便宜的，鸡蛋才7块8块，刚才中国超市是要卖到10块的，3块5一瓶，是2块8，这3块5，那还贵，贵一点点。我们吃炸鸡哈，是那个哪个？森林城市吃炸鸡，一个本地的孩子，这应该是森林城市里比较便宜的餐厅之一吧。蜜雪冰城。我们现在进到他酒店来了，上课的吗？学习的。工作。学习工作的挺好的哈。刚还一度怀疑说他在国际学校就在这里上课。那他已经是准备把这里培养成数字游民的地方了。后面都是人在办公。
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很适合数字游民，但是前提是你要有交通工具，然后出去买生活用品。在这里买生活用品实在是贵啊，人少，房子多，然后呢，设施也不错，还有海滩，还有泳池。但我不知道这边的泳池是不是可以随便用的哈？住户肯定可以啊，你因为刚才底下那些是要买票的。如果你马来西亚泳池不让人用，不是骂死掉吗？这一面很热闹，就是它这个金融中心这边。对，就是售楼部这边特别热闹。一到我们那边就好像进入梦境一样，没有人。我经常做梦，我走到一条路上完全没有人，四周都是高楼大厦，就是那种感觉。四期是新的嘛，但是我们刚才坐出租车进来的时候，我看到它有的楼啊，很破败，外面绿苔满庙，那个感觉就有点怎么讲怪异。因为它在海边嘛，这种楼必须要去维护的，它比普通的就是在内陆的楼，它需要维护的成本更大。因为它海风会腐蚀嘛。但是没有想象中的鬼城。就是以马来人为主嘛，他们周末都会开车来这边玩水。这个泳池这边还有儿童乐园这边，应该是我们在碧桂园看到人气最旺的地方。这要买门票的，这竟然是要买门票的。这边池子都是适合小朋友玩的。需佩戴门票才能进入所有乐园设施。这有查票的人吗？这边水，这边沙滩，明显可以看出不是住户，来这里玩的人，他们是周末来这边度假，挺舒服的。我今天看到有人说这边租金1个月大概1100多嘛，哎，这个挺好玩的，寄居蟹。看到那个桥没有？第二关口就在那儿，过了桥就是新加坡了，非常近。我一开始还忐忑说住在这里面安不安全。那小偷去偷东西，撬开一户没人，撬开一户没人。还是说它80%销售率？销售可能有可能有认购什么，它可能算到销售里。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因为2017年我们的资金海外个人兑换的那个资金收紧了，资金政策收紧了，还有一个是疫情，然后还有就是它的第2家园计划的收紧，就这3个因素是很重要的。刚才婆婆不是说她当年买的时候好热闹，对不对？房子又多，椅子又多。她刚才说以前走到这边都有地方坐，商场的椅子都给她收了。哇，还有夕阳，那么亮，灯火通明的，然后你再看这里，那一栋是暗的，这几栋还有一点点灯哈，那几栋全是暗的。1、2、3、4、5栋一个灯都没有。现在我们出门看一下他们的入住率、灯火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。好黑哦，嘿，很亮了，好黑呀。有人走路，但我蚊子特别多。我车要还没来，我得等15分钟，因为我不知道他车什么时候来。主要是有一个不确定性，那你的等待就会显得很烦躁。我们现在是这一栋，这一栋有几个灯？1、2、3、4、5，这边也有，这一排更少，这一排就6，这一排就2个。然后最多的是那一栋，那栋好多。相比来下好。相比这附近，那你说8成都是投资客吗？这不愧是森林城市啊！我就看走下来，我是喷了防蚊液啊，不喷防蚊液我可能都要被蚊子端走了。我蚊子在我旁边一直唱歌。是我们的嘟嘟车吗？坐上嘟嘟车就不会被蚊子咬啦。你说有没有可能他没有入住，他也把灯打开？应该不太可能。这一栋是全暗的，这栋连大堂都没开灯，这栋也很少。你看这栋大堂也是不亮的，这栋也不亮，这栋更黑哦，这栋也是没有的，还有不溜秋。大哥，这栋是1户人家都没有，这栋完全漆黑。工作人员比住户多。终于路过一个超市，开了有8分钟了吧。我们晚上又到他们那个商业广场来了，现在是饭点时间，看餐厅
也不是很多人，寥寥几个。因为下午我们在游乐场那边，就水上乐园那边碰到的，基本都是当地的居民，马来人这边玩嘛，带孩子这边玩。但是到晚上以后，那个泳池那些已经关了嘛。现在呢，碰到的大部分人，基本都是中国人。是中国人吗？还是华人？中国人啊，刚刚跟同一车的那不肯定是中国人。除了他们的工作人员，其他都是中国人。上不上是一个中国城了，对不对？之前听说官方买家的规划是70%来自中国，20%马来西亚、新加坡，剩下10%是来自其他的国家。它是主打平价生鲜超哦。哎，这个蛮便宜的耶，才2块什么？平价。对，这家超市蛮便宜的。买菜是可以的。对，我觉得比那个中国超市便宜。便宜多了。这个八爪螺才3块1毛7，这个才2块3，便宜的。可乐4块2，也不贵。辛拉面是21。哎，这里还有阿宽，这个火锅料9块1，11块7。这个水才2块5，4.2。我身后这个超市，它的价格的确是蛮便宜的，就是它的种类不是很多，吃一顿饭绰绰有余了，都有。杂菜饭。哪里啊？对呀。现在这有杂菜饭。吃一个杂饭嘛，这里吃。一份就可以。这有另外煮的，煮炒的，这个价格还好吧？包饭的。对，一份一份的。24小时。对，你有在我们那个群里面吗？没有。这一份杂菜饭可以哦。这一个杂菜饭加的饮料，一共是花了18块5马币，差不多30多人民币。茄子。他刚才说这边有种茶。那挺好。因为出来真的是实在不方便。是中国味道吗？还是这边炒菜的味道？中国味道。古老肉，看好纯正好像。原来样板房就在它的售楼部旁边。我说那个样板房跟我们实际住的好像有一点点的出入，是不是因为家具的问题？你真的是傻瓜！样板房弄得不漂漂亮亮的，有人来买吗？你真的是傻瓜！我觉得，因为我们今天住的跟它样板房，怎么都不一样啊！样板房挺漂亮的，是不是？对，样板房很漂亮。早上的时候这个是关的，现在也关了吗？关了。雪王打烊了。这么早的吗？才7点多，雪王就打烊了。我还想买一杯柠檬水呢。这里有个坝。它这沙子怎么讲呢？挺粗。有人在赶海，这能赶得海吗？我觉得不能。这不是人工岛吗？我觉得不能。这榴莲哎。老板。第2次100。味道很重，怪不得我们走哪里都闻到，怎么会有榴莲？而且它可以放在商场里卖耶。觉得买这边的房子哈，要不然就是自己养老或者度假，要不然就是出租。我觉得转二手卖不掉，出租很难回本的。这里现在它应该只是说大力宣传那个免税，里面设关直接通新加坡，就等于说一站直达，怎么样？问题是它那个免税的规模太小了，然后一站通关通新加坡。讲真，其实我觉得新山它本身已经够方便的了，除非你是工作。我觉得现在这里最适合发展的就是数字游民了。森林城市的海园亭入住率好像要比海悦湾要高一些。我们已经逛了一圈回来了，我觉得入住率比我想象的要高很多了，主要是它的这个配套还没有建好。反正它这边是专门设了一个关口，是给这个森林城市通关到新加坡的，就有一些要在马来西亚住，然后到新加坡去工作的人，这一类的人群是很友好的。至少更多的，我觉得目的可能是养老。那马来西亚本地人会买这里吗？因为这里的价格其实房价不算说非常离谱吧。因为我们看到都是网络上的介绍嘛，就想了解一下，就马来西亚的本地人，对，他们或者新山或者马来西亚人，他们当地人呢，他们会不会想买这里？那不想买的理由是什么？如果会买的话，那他的理由是什么？而且以我的观察哈，它这整个社区完全是按照中国的模式来建的。对，它这个公寓和我住过的所有马来西亚公寓都不一样。
不管是它的布局、格局、服务、泳池、健身房这些所有的配套，和我们住过的其他马来西亚公寓都不一样，是跟中国是一模一样。所以想问一下，在马来西亚的本地人，你们会买这个森林城市吗？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告诉我。Morning， 早上好，森林城市。可以去海滩，海滩也是没人的。我们出不去了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现在在叫车。Grab 已经叫了10分钟了，10多分钟了，一辆车都没有。今天我们要离开森林城市嘛，昨天住了一晚，整个感受就是比较安静。第4期比第1期那边要少人，少很多，而且要坐他那个高尔夫球车，要坐很久。不是少人，但是那个车只能坐5、6个人吧。这套公寓呢，我还是挺满意的，因为它比较新，也比较干净。但是呢，有一个很奇葩的事情，就昨天晚上凌晨2点半的时候。我们隔壁可能是入住了吧，大概有4、5个人吧，因为声音非常吵，因为它的木门隔音非常差，就好像就在你床旁边讲话那种，然后我都被惊醒了。就也就是说，它那个大门的隔音效果很差，然后他们2户之间，就我们的门跟他门离得比较近，其他整体还好，就是一个就交通不便利，然后呢人比较少，这些入住率比较低，然后第3个。就你晚上下楼的时候，因为毕竟这里是森林城市嘛，所以蚊子也比较多，防蚊液一定要带住。但是跟鬼城是完全就搭不上边的，就人少一点吧。我们担心 Grab 司机再次走错，因为他已经走错3次了，所以我们决定把行李拉过去一些，怕他等下柚子关不过来。已经第4圈了吗？走错第4次了吗？这一次没有了，已经绕了4圈了。我们叫车叫了40、50分钟。对，我们11点半开始叫车，现在已经12点半了。12点40了。Is it very difficult? This side, that side, that one side, this side. I tell them how long. Sorry, sorry for the late. Never mind. 我觉得如果要买这个森林城市房子的朋友，你们一定要过来自己住一下，感受一下这边适不适合你们的生活，再决定要不要买房子。买房子要慎重。这是我会带出门的一些电器，就是烧水的，有烧水功能、除氯功能，还有恒温保温功能。这盖是不锈钢的，然后这个整个机身是硅胶。不过呢，它是3个头的，所以来马来西亚的话就要需要转换器。那这次在马来西亚发现了一款很好喝的茶，是这个伯爵红茶，它的茶汤这样的，然后里面是茶包。这种的一袋一袋的很方便。